看真实案例，品人间悲欢。大家好，欢迎打开 M2 档案。您知道啊，有些日子呢，就是会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对于单身母亲 Sarah 来说呢，这个日子定格在了2020年的11月8号。这天早上，4岁的女儿 Lauren 吵着不要去幼儿园，更不要爸爸放学来接她。她一路从家呀就这么哭着闹着到了幼儿园，当妈的听的是心烦意乱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可是啊，如果 Sarah 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她打死也不会让女儿离开自己的。小 Lauren 呢是 Sarah 和男友未婚生下来的孩子，男友也因为这个孩子与 Sarah 分手了，也难怪女儿不喜欢爸爸。在她还没出生之前，那个生父对她就是一种完全抗拒的态度。当年啊 ，Sarah 从英国来到美国读大学，暑期打工的时候呢，邂逅了加州小伙 Cameron Brown。年龄相近，外加都喜欢户外运动，两人迅速陷入了热恋。从夏天到冬天，从冲浪到滑雪，感情是一路升温。半年以后啊，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但就在他们即将订婚的时候呢 ，Sarah 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而与她欣喜的反应截然不同，男友 Cameron 表示自己压根就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，在现阶段甚至几年之后都不想要孩子。他劝女友啊，赶紧去做流产，解决掉这个麻烦吧。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 Sarah 呢不同意，这两个人啊就开始为了这个事情频繁的吵架。最后男友下了一个通牒，说我和孩子你选一个吧。结果 Sarah 坚持把孩子给生了下来，男友倒是说到做到，毫不犹豫的就搬出了他们同居的公寓，从此对他们娘俩是不闻不问。Sarah 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起名为 Lauren。孩子出生之后，她试图联系过生父 Cameron， 但是对方一听说是谈孩子的事儿，就挂断了电话，更别说是过来看一眼了。21岁的 Sarah 从此当上了单亲妈妈，而她很快就发现事情比想象的要难得多。为了照顾小 Lauren， 她不得不休学。由于拿的是学生签证，没法做全职工作，所以根本负担不起自己和孩子的开销。而她保守的英国父母呢，也因为女儿未婚生子非常生气和失望，拒绝伸出援手。内外交困之下 ，Sarah 只剩下一条路：起诉前男友，让他承担孩子的抚养费。这时啊，已经快3年没见的前男友 Cameron 在加州机场当了一名行李搬运工，虽说是个蓝领吧，但是一个月也有4、5千的收入。于是呢，法庭在要求做了亲子鉴定之后啊，就判决他每月要支付1000块的抚养费，也就是他月收入的1/4左右。但是呢，这 Cameron 当庭就表示不服啊，他不接受这个金额，我自己辛苦打工赚来的钱，凭什么要分给这对母女呢？你说他压根儿也就没想过，激情当下内只图一时爽，结果会导致自己之后18年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渣男的逻辑里啊，根本就没有责任二字。这 Cameron 呢找律师上诉，几次3番的官司打下来啊，最后法庭依然维持了原判，他工资卡被扣下来了，得先交完抚养费，剩下的才能发给他。法官在最后一次做出了抚养费判决之后呢，还附加了一个条件，说 Cameron 会得到孩子的探视权和部分抚养权，具体天数未定，但可以根据父女相处的亲密程度做出适当的增减。于是啊，在母亲 Sarah 和法庭执行监督员的陪同下，Lauren 呢，在快要4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Cameron。小 Lauren 呢，活泼可爱，就像是一个小天使一样。一开始，其实父女2人相处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Cameron 也担当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，带他去公园、游乐场或者看电影、吃爆米花，每个月的抚养费也是按时支付，没有拖欠。于是，法庭执行员和 Sarah 都在要求下就停止了监督，让父女2人单独相处。时间也从之前的1个月1天，慢慢的增加到了2周1天，最后是1周1天。有的时候啊 ，Cameron 甚至会带着孩子过一个周末。眼看这事儿啊，就要像电影情节里那样，女儿终于得到了父爱，父亲一路保护着她，伴随她成长，一家人呢求同存异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可毕竟现实生活，它不是靠鸡汤活着的。没过多久，小 Lauren 呢就开始抗拒父亲的每周1次的相处。一到父亲来接他的日子就哭闹个不停，要留在家里跟母亲一块过。这几次闹僵下来啊，母亲 Sarah 不免就起了疑心。她每次在女儿回来以后，都仔细检查女儿的身体，也找不到什么明显的外伤。带去家庭医生那儿呢，也看不出什么异样。而4岁大的孩子，除了闹着不愿意去见爸爸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别人也完全搞不清楚2个人相处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Sarah 呢也想减少前男友和女儿相处的次数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个生父反而不干了，说咱们有法庭判决啊，我跟女儿的时间有法律保护的，你如果想要削减，那么好吧，这抚养费也必须随之减少。都说1分钱憋死英雄汉，更何况是个单亲妈妈。在这个问题上呢 ，Sarah 还是低头了。她一面联系儿童心理医生，看能不能出个证明什么的，一方面也只能硬着头皮，照常把女儿每周送到孩子爸爸那儿。但是啊，也愈发的惴惴不安。时间回到2000年11月8号这一天 ，Sarah 把孩子送去幼儿园以后啊，一天都坐立不安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尤其是当他下午打电话去幼儿园，得知女儿断断续续的哭了小半天，连午饭都没吃的时候呢，Sarah 终于忍不住了，决定把女儿给接回来，不让她去爸爸那儿了。真要是闹上法庭，那就闹吧。可是啊，万万没想到，他还是晚了一步。赶到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说孩子已经被爸爸接走了，说要带女儿去海边野餐。不过小姑娘看到爸爸过来，很是闹腾了一番，最后几乎是被他爸强行抱起来给带走的。Sarah 一听，赶紧给男朋友打电话，但是对方却一直不接。她想办法报警，但是警察说啊，这一天是属于爸爸安排好的陪伴时间，就告诉她这不属于绑架儿童的范畴。如果他明天不把女儿送回来，你再联系警察吧。可就是这一天时间，孩子却再也不可能被送回来了。4个小时之后，警察出现在 Sarah 门口，告诉她 Lauren 已经死于坠崖意外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只有他父亲 Cameron 在身边。事故发生在加州海滩一个叫 Inspiration Point 的地方，这儿呢有一处37米高的悬崖。根据孩子父亲的说法，当时小 Lauren 正在悬崖边上往下面丢石头玩，旁边啊有几只鸟飞过，孩爸就分神了几秒，再回头一看，刚好看见孩子头朝下坠入悬崖。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，哪怕是落在水上，那巨大的冲击力也足以让一个成年人骨折内伤，何况是一个4岁的孩子呀。当海滩急救人员把他打捞出水以后，小劳伦早已停止了呼吸。由于海风的腐蚀啊，这处悬崖不时会发生落石啊，游客失足坠亡的事呢，之前也有过。所以最开始事情的确如同孩子父亲所说，看起来就是一场可怕的意外。发生了这样的悲剧，除了给广大父母敲响警钟之外，警方能做的事其实不多。毕竟坠崖出事那1、2秒的功夫，你非要说成是父亲监护不力，着实有点太严格了。但是啊，有2个人却不这么想，他们就是洛杉矶警局的重案组探员 Jeffrey Leslie 和他的搭档 Danny Smith。按理说，这类坠崖意外事故是不需要惊动这俩专办刑案的大叔的。但是这天呢，刚好2人就在这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，下午也没啥其他的事干，听到消息啊，干脆就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2人都是当爹的人，家里也有跟遇害的小女孩差不多大的孩子，所以他们在沿着海滩小道一路爬上悬崖的时候，都在暗暗摇头，说这啥当爹的呀，带4岁大的孩子来这么危险的地方野餐，脑子灌水泥了不成？而当他们看到小女孩父亲的时候， Leslie 警官心中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更加强烈。因为这个当爹的呀，目睹了自己的女儿惨死，他竟然站在一边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什么捶胸顿足、痛哭流涕的呀都没有，完全看不出丝毫的悲伤。要不是其他警员特意指出，这人啊就跟过来看热闹的路人没啥区别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居然还在吃东西。Leslie 警官发现他手里拿着的那个粉色的三明治盒子，上面还有很可爱的卡通图案。三明治呢，也是孩子们喜欢的花生酱、果酱的组合，跟 Leslie 警官早上做给自己儿子带去幼儿园的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啊，这当爹的在女儿出事不到半小时的现场，正在吃女儿中午没吃的午饭，这是啥人啊？强忍住心里的不快， Leslie 和搭档过去问了几个问题，发现他有问有答，思路清晰，把女儿出事的前后细节说得明明白白，这就更加让人生疑了。甭说是亲生闺女了，就算是你手里的杯子掉到悬崖下面摔碎了，估计也会小小的心疼一下吧。可偏偏这个人就是没有表现出任何应有的感情，冷漠的跟一部机器一样。而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 Leslie 警官火大，他调出了事故发生以后孩子爸爸 Cameron 的报警电话，结果发现
这人在孩子失足坠崖以后，不仅没有第一时间想办法下去查看女儿的情况，反而是跟911接线员他聊了4分半钟的天儿。My daughter fell off a cliff in Palo Verdes. Okay, sir. Are you near her? Can you see her from where you No, are? I don't know. I haven't gone down and found her. I just found somebody with a phone. I called you first. Now I'm going to look. 这过程中啊，还不忘了跟接线员讲了个笑话，说对，我女儿摔下去那个地方啊，就在那个裸体沙滩旁边。你们派人过来的时候，最好穿上衣服。Does he know where he is? The sunbathing beach. Sunbathing beach? Yeah, I know where the nude bathers go. You guys don't want to get dressed. Sorry. 前面也说过，Leslie 警官自己就是个当爹的人，家里有个跟受害人一样大的儿子。抛开自己警察的身份，单单用一个父亲的眼光来看，这个人在案发后的一举一动，完全不符合普通人，尤其是一个父亲的正常反应。难道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意外？小女孩的死跟她爸爸有关吗？第二天啊，Leslie 警官和搭档又再一次来到了出事的地点勘察。说来也惭愧，这俩大叔办了10多年的大案要案了，危险的人和事儿都经历了不少，偏偏在这档口啊都不约而同的怂了。原因是这俩人啊都恐高，甭说是走到小女孩坠崖的那地点了，就连往悬崖边上多走2步，这腿肚子都发软。于是他们就找来了绳子，一头绑在自己的腰上，一头绑在不远的大石头上，一步一挪地儿，就往案发地慢慢靠近。越靠近那个出事地点啊，他们心中就越肯定了那个想法：思维正常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家人，尤其是那么小的孩子，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玩的。而且作为一个父亲，更不可能放任只有4岁大的孩子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往悬崖下面丢石头。而且啊，站在悬崖边缘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这个峭壁并不是笔直的，而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坡度。如果真是如 Cameron 所说，孩子是一时失足不慎滑落，出于求生的本能，他应该会挣扎乱抓，那么他的衣服上、脸上、手上、腿上应该到处布满岩石留下的擦伤才对。而 Leslie 警官尽管只是在案发现场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却也记得小女孩的衣物完整，除了脸上有一些伤口，其他暴露在外面的皮肤都相对完好。很快，孩子的验尸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的伤口大多集中于面部和胸部，手臂和腿部反而很少。多数伤口呢是落入水中后被海浪冲击撞到岩石上造成的，而他的死因则是重力撞击导致头部骨折、肋骨折断、刺破内脏出血，外加溺水而亡。法医认为这样的伤势啊，是他以一个几乎水平的姿势落入水中才可能造成的。咦？那个当爹的不是说女儿是玩耍的时候头朝下砸下去的吗？没过多久啊 ，Leslie 警官和他的搭档又再一次回到案发处。这次啊，他们带来了和遇害小女孩大小、重量都相同的一个假人。他们在崖顶反复实验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：头朝下、头朝上、左侧滑落、右侧滑落、向前滚落。但是啊，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无法做到将假人掉落在女孩尸体被发现的水域。也无法造成法医报告里显示出的伤痕，尤其是那个落水的地点，除非这个孩子当时是进行了撑杆跳，否则完全不可能做到。那么如果是被人恶意从背后推落的呢？奇怪的是，这个答案也不可能，因为不管用多大的力气，他们都无法将假人推到那个落水点去。这么说来，难道凶手是将女儿抱起来，然后使劲扔到悬崖下面的吗？这个推论啊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虎毒不食子啊 ，Leslie 警官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能有人干出这么残忍的事儿。但是在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情形之后，这也许就是唯一的可能性。可是奇怪的是，任凭他跟搭档累断了胳膊，也无法把假人抛到那个落水位置，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呀。孩子他爹个头体型也跟自己差不多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当他们忙了一整天一无所获，准备收工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头上一架飞机轰隆隆飞过。Leslie 警官脑子里头灵光一闪，孩子他爸是干啥工作的来着？机场行李员啊！对于他来说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几十斤的行李搬上搬下，那这个重量对于他来说，抛上抛下跟玩儿一样。很多人咱们都见过机场人员对待行李的简单粗暴吧，让他们轻抬轻放是不可能的，很多时候啊就是抓起来重重的往那一摔。
重要的是一件普通的行李大约是40磅到50磅左右的样子，而一个4岁大的孩子体重刚好就是这么多。想到这儿Leslie 警官马上打电话联系了跟自己熟识的机场工作人员，说快想办法给我找一个机场行李搬运工过来帮忙。为了确保这次实验的准确性，他们不仅使用了假人，还使用了同样重量的一个箱子，要求这个过来帮忙的搬运工用他最习惯的手法将这个箱子抛下悬崖。结果他们就发现了，不管是假人还是箱子，对于一个行李搬运工来说，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抛到孩子的落水地点。而且由于肌肉惯性，每次实验那落点几乎没什么区别。这个结果让 Leslie 警官如释重负，而又恨得牙痒痒。对于那么可爱的女儿，你也下得去手，真是禽兽不如啊！但是呢，仅凭这个实验结果远远不够这个案子他没有目击证人，没有作案动机。虽然 Leslie 和他的搭档都想把 Cameron 绳之以法，却依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将他逮捕定罪。就这样，调查前后进行了整整5年。这期间孩子的母亲 Sarah 逐渐走出了伤痛，又重新组建了家庭，有了新的孩子。而 Leslie 警官和他的搭档却不曾放弃过这个案子。他们一边派人监视嫌疑人 Cameron， 一边继续想办法搜集线索。2005年初时， Leslie 警官接到了报告，说嫌疑人 Cameron 开始蓄胡子、留长发，好像是在刻意的改变形象。而且他卖掉了加州的房子，买下了一个可以住人的拖车，开始频繁地往来于洛杉矶和科罗拉多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很可能是在准备跑路。为了避免嫌疑人脱逃， Leslie 警官在多方权衡过后决定抓人。于是他们在2005年感恩节之前，在洛杉矶机场逮捕了 Cameron， 从他的行李内搜出了大量现金和一本假护照。想想看如果真让他登上了飞机，也许他就从此亡命天涯，人间蒸发了。但是抓人简单，定罪是最难的。尽管从案发到这个时候，警察各种努力已经忙活了5年，可他们手里除了那个假人实验和法医的验尸报告，依然没有任何直接能够证明 Cameron 杀害自己女儿的证据。而他本人也拒不认罪，认为自己唯一的过错也许就是当时没有能想办法救下女儿，跟谋杀完全不沾边。而更大的阻力其实来自于陪审团，要让他们相信一个人能够如此丧心病狂地杀害自己天使一般的女儿，其实是很难的。12个陪审团团员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、正常人，他们也的确想给小姑娘伸张正义，但是就会有人想，从正常人的角度去判断，怎么可能有人干出这么伤害天理的事儿这不能吧。One of the toughest things in this case was to convince 12 people that a father would actually do this to their daughter. It's really hard to believe, and I think that the first 2 juries, some of the jurors just had a hard time believing someone would do that. 结果就是陪审团中有8个人认为被告2级谋杀罪成立，2人认为是1级谋杀，剩下2人仅仅同意是误杀。而对于谋杀案的庭审来说，必须要所有人一致同意一样的罪名才能够定罪。那这么一来，此案不可避免的流审。对于控方来说，失望归失望，但这并不是最坏的结果，毕竟不是无罪嘛，他们还有机会再试一次。于是2009年本案再度开庭，一样的被告，一样的控辩双方律师，完全不同的12人陪审团，这次的结果却依然是流审。陪审团中有6个人认定是2级谋杀，而另外6个人觉得这是非自愿误杀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。 面对这样的结果，在这个案子上已经耗费了整整9年的 Leslie 警官几乎绝望了。难道说要给小女孩讨回个公道，真的这么难吗？第2次庭审之后没多久， Leslie 警官的搭档心灰意冷地从洛杉矶警局退休，时间也慢慢的来到了2015年，距离 Lauren 被害已经过去了15年。没有了多年的搭档， Leslie 警官依然是在进行着这个案子的调查。多年以来小女孩 Lauren 的样子停留在了她4岁的那一刻，也永远的留在了 Leslie 的档案卷宗里。她的亲生父亲是凶手，是人渣，但是却有 Leslie 这样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耗费了15年的时间，是要为她讨回公道。其实这个时候Leslie 警官已经被诊断患有血癌，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治疗以后，病情却不见好转。他觉得
也许自己看不到正义到来的那一天了，甚至开始想，如果人死了以后真的有灵魂，自己遇到那个死了15年的小女孩，应该怎么面对人家呢？难道只能无奈地告诉她，警察叔叔尽力了，但请你原谅叔叔的无能，没能让杀害你的凶手认罪伏法吗？对于他来说， Lauren 并不单纯是一个受害人，她更像是我们所有人的女儿。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所辜负，而 Leslie 警官所能做到的，就是不让她一再被法律所辜负。于是他在病床上继续研究15年来积攒下来的材料，哪怕自己还有一口气儿，也要努力到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医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 Leslie 警官的骨髓配型成功了，捐献者是他的儿子 Jack， 跟那个受害的小女孩同龄。19岁的 Jack 已经进入大学，对于他来说，父亲不仅是一个好爸爸、好警察，同样也是他人生的偶像，一个有正义感、坚持不懈的好人。所幸移植手术非常成功， Leslie 警官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缓解。也就是在这时， Lauren 被害案出现了重大突破。在那一大堆的卷宗里头，Leslie 警官发现了一个15年前被忽视了的证人。这个关键证人的出现，能否让此案绝地翻盘呢？这人同样是一个机场行李搬运工，是被告 Cameron 当时走得比较近的一个同事。他说Cameron 不止一次跟他提到过，女儿的抚养费正在一步一步地逼死他。这1个月1000已经压力山大了，孩子过2年还要上学，那开销更大，搞不好这抚养费也会跟着水涨船高。这同事呢，当时也在支付子女的抚养费，所以俩人就经常凑在一块儿抱怨抚养费的事儿。出事前不久Cameron 为了钱的事儿借酒消愁，还时不时去赌场鬼混，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。结果呢，输了个精光，连房租都要靠借的。而眼看着这下个月的抚养费又得按时交，于是他在一次酒后发过狠话：如果这孩子没了，那不就省下我10几年的卖命钱了吗？当时同事就觉得后背发凉听说过不让前任好过的，就算你发酒疯一时气话吧，也没听说过要拿孩子开刀的呀。更没想到这才过了几天就出了事儿。他越想越害怕，难道说这人真的为了省抚养费把自己的孩子杀了？想来想去同事还是联系警察做了举报。可惜呢，当时的 Leslie 警官和搭档正热火朝天的做那个抛物实验，是另外一个部门的警察接待的举报。后来就把这么重要的材料给放混了，跟其他的卷宗放到了一起，被忽略了个干干净净。这个同事呢，也因此一直没有被列入证人名单。于是15年以后，作案动机终于出现了，而且仅仅是因为每月1000的抚养费。这下再是不情愿，被告 Cameron 还是第3次走上了法庭，面对新的陪审团、新的证人，还有那个永不言弃的 Leslie 警官。而这次呢，法庭还做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，允许所有陪审团成员跟着野游一次，你亲身到那个出事地点，体会一下那悬崖有多危险，一旦坠崖，后果有多可怕。而这次陪审团仅仅用了3个半小时，就裁定被告1级谋杀罪名成立。难得的12个人统一战线，整齐划一地要求法庭对被告进行重判。最后法庭判决被告 Cameron Brown 终身监禁，没有假释可能。Cameron 进入监狱服刑以后，跟他较量了15年的 Leslie 警官与他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我儿子的骨髓救了我，我今儿不会有机会在你面前跟你说话的。而如果你的女儿还活着，你就不会在这儿度过余生。你为了那么一点抚养费，亲手杀死了这个世上有可能是最爱你的人。你会烂在这个监狱，你不配做一个父亲。我同样也是一个父亲，但是我为你所作所为感到羞耻。”